人潮拥挤的游乐园里，可怜的打靶店老板还不知道，面前的小金库在1秒以后就要离开自己了。这个男人假借射气球的名义拿走了飞镖，结果靶心是老板的脸，一把抢走小金库以后，还顺手拿了个娃娃走。男人从码头一下跳进了路过的游艇上，一脚踹开前面的2人，将玩偶拿给了后排的靓女。眼看后面的警察都追了上来，男人油门一踩，开始了自己的自驾游。一个神秘的机器撞开了前面挡路的潜艇，面带微笑的神秘机器一炮带走了直升飞机。你以为他是杀人犯的同伙？男人见了他比见鬼还害怕，机器伸出机械臂，直接拽起男人飞走了。越过山海人潮，最终来到了活火山中心的监狱里。这里是超级监狱，监狱长沃顿每天的日常就是偷看狱警爱丽丝，然后思考到底怎样可以通过意念传达自己火辣辣的爱呢？一旁的管理加里德提议可以约他出去喝酒，沃顿觉得这是个好点子。管理提醒道，约会可是严重违规的行为哦。监狱长表示，你在教我做事儿？这不过是个促进同事关系的小把戏罢了。我们等下就建一个适合罗曼蒂克约会的酒吧出来。加里德瑟瑟发抖地说，自己的嗜酒症才刚好。监狱长表示，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酒保的重任交给你了啊。监狱长鼓起勇气给爱丽丝打去了电话，问她要不要和超级监狱最标志的单身靓仔去酒吧。爱丽丝同意了，监狱长直接激动地开始了72遍。监狱长，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而另一边的爱丽丝压根儿没把靓仔2字往沃顿身上靠过，从罪犯手册里选择了一个满身刺青的男人作为自己的伴侣。酒吧一开张就人满为患，小胡子走到厕所里，一踹开门就是哲学现场。一脸嫌弃的他走到了隔壁，隔间门一开就是一张监狱长的大脸，气得小胡子直接给了压一拳。小胡子将头凑到了破碎的墙洞里往外看，好家伙，外面是什么拉拉耶之城？又有龙，又有带翅膀的海马，还有5颜6色的美人鱼。回到牢房的小胡子向一众狱友讲述自己看到的海门隧道，狱友觉得逃出海门没问题，那要怎么逃出海面呢？小胡子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宏图，2栖极速逃艇，只要大家去酒吧里偷零件，然后去厕所组装，成功以后就能一路破水通向自由。大家将手搭在一起，同意了这个计划。毫无危机意识的警长还在酒吧里一展歌喉，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可怜的加里德拿着保安的工资，干着月嫂的工作，身后的酒瓶都在诱惑他小酌一杯。加里德只有对天长啸一声 low 啊！苦苦等待的沃顿一转头就看到爱丽丝牵着纹身靓仔，爱丽丝无视了面前受伤的男人，带着靓仔离开了。沃顿赶紧让加里德给自己来2杯，苦酒入喉，心作痛，祭奠沃顿还没开始就结束的爱情。畅饮一杯后，爱丽丝准备去厕所行个方便，将靓仔拴在了一旁。靓仔不愧是靓仔，为了自由直接把自己脖子咬断了，不愧是爱丽丝看上的男人。看到爱丽丝过来了，厕所里的囚犯赶紧派人去拖住她。然而爱丽丝现在是人有3急，谁挡杀谁。沃顿走过来，看到人手分离的靓仔，不禁嘲笑道，哟，这不靓仔吗？几秒不见这么拉了。加里德过来提醒他，是不是喝上头了？沃顿表示，关你啥事儿，你个臭酒保，只负责给爷续杯就行了。说话间，一滴酒落到了加里德嘴里，他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直接开启了畅饮模式。如果你被关在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里，那你会选择越狱吗？你看这群囚犯，他们用酒吧里的垃圾零件做了一辆逃艇，准备越狱，没想到却被狱警抓到了。在他们的身后穷追不舍的就是监狱里的唯一一个女狱警爱丽丝。就在逃艇即将进入盗版拉莱耶时，喝醉的加里德走到了狱长室，将桌子上的按钮一阵乱摁到了海盗大门的开关，一阵狂流袭来，逃艇被摧毁得干干净净，所有的海洋生物全跑了进来，逃犯们全都没能逃过一劫，除了开头那个老哥。爱丽丝看到食人鱼对着自己龇牙咧嘴，跑到了神秘机器人的面前，指了指那群鱼，机器人一瞬间就消灭了所有的食人鱼。眼看乌贼要对自己的囚犯下手，爱丽丝切断了乌贼的触手，吓得乌贼立刻喷出了墨。爱丽丝拿过风扇驱散了黑暗，
顺便把拿着3叉戟的赛人也给消灭了。打开紧急排水口后，大家才终于得救。加里德忽然醒来，看到一片狼藉，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，跑过去抱着监狱长，正准备开哭，爱丽丝一拳把他打醒了。一瞬间，监狱长又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爱丽丝冷冷地告诉他，约会同事是违规的。沃顿和加里德相顾无言，无语凝噎。小女孩正在给自己的伙伴讲母亲的奇遇记，说到那个男人的长相时，他们惊恐地发现，那个男人就在窗外看着自己。话说，这大难不死的老哥出来以后，又回归了老本行。不过这次抢劫的对象是墓地的长眠者们，什么大金牙、钻石戒指，全部都收入囊中。他撬开下一个棺材，发现里面的女尸居然没有腐败，长得还眉清目秀的，瞬间起了坏心思。忽然从女尸的胸腔处，一只机械臂钻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了老哥的小兄弟，梅开2度，欢迎回家。监狱里的日子肯定很无聊，不然这俩老哥也不至于一边打哈欠一边互捅刀子。然而监狱长有他独特的解闷技巧，就是要这种洞穴探险才得劲儿，直面恐惧才配得上胸口那浓密的毛发。他倒是一身轻松，加里德背着大包小包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爱丽丝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恐惧。说话间敲开了一个新的洞穴，一只蝎子爬了出来。狱长吓得叫神秘机器人消灭他。收到指令的机遇人追着蝎子一路追了出去。走进洞穴的狱长一行人发现了墙壁上有很多神秘的图腾。加里德告诉他们，墙上的象形文字是在警告咱们的灵魂会化作鬼尘，一旦碰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狱长已经直接对着中间摆着看上去就很贵的骨头头雕下手了。拿起的一瞬间，整个洞穴就摇晃起来，一把大拳头直接伸了出来，拳头握着的狼牙锤顺势滚了出来。正在骑水上单车的哥俩看到这，吐槽狱长又发现了有趣的小东西了，看样子帕梅罗尼亚古城又要复兴了。加里德通过研究发现，狼牙锤里记载了帕梅罗尼亚的历史，这是一个有着最暴力、最残忍取乐方式的古代娱乐场。这地方曾被某种神兽夷为了平地。被御医改造过的人走了进来，通过屏幕，御医告诉沃顿，自己的研究发现，超级监狱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 emo 的情绪中。沃顿一听，表示这不巧了嘛，自己刚好想出了一个疗法，那就是开启那所沉睡4万年的格斗城，来一场要么玩命，要么别来的刺激活动。哥俩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决定建造一个终极格斗机器。两人的绿血滴到地上，逐渐融合，发出了奇异的光。狱长的全息大头出现在正中间，他向大家介绍了这次比赛的奖品。1等奖是蛇皮血酱老八小套餐，还有抖 M 最爱的鞭挞，以及水蛭遮身逍遥一日。而终极大奖则是大家最想要的自由。此话一出，观众席直接炸了。随着乐队的演唱，气氛瞬间达到了高潮。要从这个每天发生死亡、暴力和怪奇事件的监狱里逃出去的唯一机会，就是在这场格斗大赛上拿冠军。作为囚犯，你会选择搏一搏，还是甘愿就在监狱里孤独老去？随着大屏幕随即抽取到2名幸运观众，两旁的石像也伸出双手将他们抓到了台上，道具也是随即投放。刚才还拿着狼牙棒追人，下一秒就被电锯追着砍，真是惊喜连连呐！随着数字的抽取，越来越多的囚犯被放进了格斗场，有些甚至出师未捷身先死。狱长在后台操控着各项拉杆，happy 的不行。好哥俩看到格斗场的混战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直接放出了自己的小宝贝儿。而超级监狱的气氛也从消极直接到积极拉满。沃顿还在哼着小曲儿，突然屏幕一黑，直接拉闸。黑暗的荧幕上播放起了宣传片，好哥俩带着2人的终极格斗产物来到了现场。大胡子看到他，直接王八回家，憋不住笑了，觉得这货一看就是个小核桃。然而小核桃上来就直接拆断了他的肋骨，来了个蜕皮手术。小核桃可不是简单的生物，4颗心脏给他带来了绝对的速度和变形力，14根手指拥有空前的前夹力，他完全就是披着人皮的野猫。要说猫有9条命，那它绝对还要多得多。后台的沃顿看到了这家伙来踢馆，立刻联系了御医，要他放出秘密试验品。御医紧张地告诉他，试验品还没做好。沃顿哪管你，直接让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
予以无奈，只有放出试验品7号。荧幕上放起了属于7号的宣传片。所谓萃取优秀员工的精华，指的是外貌吗？原来7号一上来就不由分说地放出了自己的机械臂，然而都被小核桃给躲过了。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，7号也不是吹的，再生能力非常强大。此刻满心杀戮的他不小心攻击到了看台的囚犯，一滴血顺着缝隙落到了蝎子的身上，一阵炫光过后，蝎子化作了人形。他告诉机遇人自己是帕梅罗尼亚的战神戈尔，人类的杀心让他重回人类的尊躯，为此他要奉献世间至宝以表感谢。机遇人面无表情地朝他开了一枪，你丫的发什么光？中了一枪以后，戈尔忍不住脏话连篇，你这是弄啥嘞？出场帅不到2分钟，战神就下线了。随着戈尔的消失，整个古城开始晃动起来，石像全部分崩离析。7号听到呼救，赶紧转头将狱长救了下来，同时还将加里德和爱丽丝一同带走了。好哥俩还没来得及瞬移就被砸倒了。小核桃看到后将石像抬了起来，但自己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头顶一块石头直直向他砸去，帕梅罗尼亚就这样陨落了。好哥俩逃出来后，带着小核桃的骨灰来到了海边，看着远方，不禁感叹道：一个人是受不起4颗星的，他只缺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怜悯。骨灰随风飘向了远方，小核桃有幸成为了下一代特邀战神。男人走进了火辣的钢管舞酒吧，舞台上活色生香，美女们婀娜多姿，而他却在看到绿票子时表现得比看到美女还激动。罪恶的双手准备伸向那丰满浑圆的屁股上时，钢管突然蠕动起来，机遇人从地板窜了出来，一把带他回到快乐老家超级监狱。如果我不说，你们会想到这古典的餐厅其实是一个监狱吗？囚犯们穿上板正的黄西装，拉起了大小提琴，氛围感十足。而这么浮夸的一切，只是因为监狱长沃顿想和自己的女神爱丽丝约会。爱丽丝轻啄一口葡萄酒以后，觉得味道非常不错，用手指沾了点，伸到沃顿面前。沃顿立刻化身小舔狗，舔得干干净净。机遇人走过来，上了一盘菜，把狱长给叫醒了。原来刚才都是一场梦，一睡醒，加里德就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，囚犯们开始暴乱了。大屏幕里显示着一众囚犯拿着砍刀到处跑，气得沃顿冷哼一声，为啥这帮臭囚犯干嘛不晚点再暴乱呢？居然扰我美梦。刚说完，门外的囚犯们就冲了进来，邦邦给了机遇人2锤，冲了过来就把爱丽丝拉走，捅了几刀。狱长又一次醒来，庆幸刚才只是半夜做了个噩梦。狱长拿起大喇叭，直接叫醒了所有的员工，召开紧急深夜会议。狱长从来没有这么晚开过会，加里德觉得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。沃顿从杆子上滑下来，告诉大家自己做了个噩梦。爱丽丝无语了，就这？你就因为这浪费我的枣泥面膜？沃顿告诉他，这肯定不是梦，是预兆。为了及时发现罪犯们将在何时何地发起何种计划，沃顿掏出了自己吃灰已久的音乐梦境机器。沃顿将机器戴在了脑袋上，告诉他们这玩意儿操作简单易上手。梦境机器可以穿过超级监狱的角落和缝隙，向大家展示所有囚犯的梦境。梦境机器的监视器屏幕可以查看囚犯们的梦境。一阵乱谈后，梦境就被全都吸了进来。沃顿降落到了一处光怪陆离的建筑里，推门进去，他发现了一个眼睛变成2条蛇的女人。地上是一群蚂蚁在围着一块煮熟的鸡蛋转圈，旁边的人拽过屋顶伸出的舌头，想要装上电灯泡。诡异的梦境让沃顿直呼白痴。离开后，沃顿拉开了另一扇门，沃顿震惊了，居然还有温馨场景。下一秒，囚犯就挥刀砍到了老妈的脑袋上。沃顿无语，早该猜到的。一只大号针管飞了出来，带走了沃顿，驶到了一片虚无处。空间里漂浮着枪支弹药、砝码头子以及毒品和肉体。沃顿觉得自己已经深谙囚犯的本我以及他们最终极的期盼和渴求了。但沃顿目前的问题是，到底是谁在策划暴乱呢？从虚空坠落后，沃顿看到了加里德，他居然在囚犯的梦里呼呼睡大觉。沃顿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给了加里德一耳光。难道这帮野兽准备攫取我们的遗产，让你感觉很无聊吗？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
睡眼惺忪的三人全被赶了出去。沃顿冷静下来后，忽然细思极恐起来，难道是自己的下属在策划谋反？他决定去窥视一下下属的梦境。加里德的梦里，自己和他互换了身份和造型，加里德还让自己坐到他腿上，进行了一个湿吻的大动作。沃顿顿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借势咒骂呀！说完跳进了一旁的马桶里。这里是机遇人的梦境，他像人类的小孩一样，而自己就是父亲。两人一同在扁担上垂钓，机遇人沃顿还是放心的，毕竟是自己编程设计的，程序里都没有复仇二字。刚说完，沃顿就被一个壮汉丢到了爱丽丝的人堆王座里。沃顿忽然醒悟过来，他们知道自己有梦境机器，所以肯定伪装起来了。沃顿决定把他们本真的梦境给甩出来。这个监狱的狱长喜欢偷窥别人的梦境，他每天出现在自己的梦里，让大家直接 PTSD 了。为了阻止他，大家决定以其人之道管治其人之身。加里德换回了正在失神的爱丽丝，爱丽丝感觉自己的头都快要被狱长给刺穿了。加里德表示加一，不仅是他们，囚犯也都和僵尸似的。大家已经闻风色变，决定不再睡觉。哥俩看到大家都深受其害，决定以其人之道管治其人之身，按开了睡眠烟雾，大家都沉沉睡去。沃顿一瞬间回到了在豪华餐厅吃饭的梦里，他意识到有人在操纵机器。小玉端上了主菜，警长的脑袋就在盘子里变幻莫测。自己的小弟弟变成了加里德的样子，提醒他妄想症已经让你走火入魔了，你快把大家搞死了。大家瞬间将他层层包围，沃顿变成了巨人，一把火砸向了地面上的家伙们。好哥俩提醒他们，梦里无所不能。囚犯闻言，直接让自己变成了魂斗罗和坦克。沃顿也不是吃素的，召唤出了更多的帮手。打斗中，囚犯们的憎恶化作了来自地狱的恶鬼，向沃顿复仇起来。梦境机器不堪重负，彻底损坏。画风一变，大胡子从垃圾堆醒来，离开时身后的海报上赫然写着“我们正盯着你呢”。这老哥今天又整了新活，为了白嫖女士免费的酒水，直接抢走了卖花女的衣服。成功的白嫖以后，他看到了一旁的电视节目在放激情视频，色欲熏心的他直接走了过去，机械臂伸出将他丢了出去。接着小玉悠哉悠哉地抓起被碾碎的男人，回到了超级监狱。一艘飞船入侵了超级监狱的领地，加里德赶紧告诉了沃顿，沃顿让小玉开启战斗模式。听到入侵者警报，爱丽丝也顾不上手头的 play 冲了出去。然而飞船已经冲了进来，舱门一开，一排美女就站在门口。囚犯们一开，瞬间开心的飞起。毕竟在这满是男人的监狱，只有爱丽丝一个女性。忽然多了这么多身材姣好的美女，是我也激动。沃顿一行人拨开了饥渴的囚犯，看到了那一排靓女。沃顿无语道：“这就是你丫说的入侵者？”加里德表示：“怎么不算呢？她们都是女人哎。”为首戴着粉帽子的女人告诉沃顿，自己是执掌终极监狱的小主。很抱歉这次不速之访，我们的运输船发生了故障，急需修复。沃顿表示小意思，自家机器人小玉就可以修好。小主告诉身后的机器人星星，辛苦你和这个老古董一起把船修好了。说罢，众人坐上车离开了。爱丽丝正准备和那群女囚犯说话，对方倒是先摆出一副架子，嘲笑起爱丽丝。旁边的狱警一声哨响，他们立刻就站得笔直。狱警告诉爱丽丝，自己是布鲁斯长官，想让爱丽丝带他们参观一下。另一边，沃顿还在给小主吹水，小主表示很不屑。沃顿有些不爽了，这可是咱们维度里最大的监狱。小主指着窗外说，这里完全就是又脏又臭的动物园，我打赌让你们这里的囚犯开花一晚上你都办不到。闻言，沃顿决定赌一把，咱们办一场盛大的舞会，谁家囚犯表现得最开化，谁就是赢家。而沃顿给出的筹码也是非常诱人，小主只需要给出美女，自己则是以整个超级监狱下注。小主看他拽的258万的样子，接受了这个挑战。看到小主拔下自己玩具手震惊的样子，沃顿乐得不行，小主只觉得幼稚。你是乐了，加里德现在只想知道如何在今晚之前调教好那些囚犯，根本来不及呀。沃顿表示那是你该担心的事，我只负责吹牛逼。好哥俩更在后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寻思着
肯定是一场巨无聊的晚会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咱俩来搞点 happy 的事。假如你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老古董机器人，被一个新型机器人嘲讽后，该如何解气呢？小玉告诉你，修不好，我还不能给你破坏了吗？直接一顿骚操作，把中枢砸得稀巴烂。另一边，爱丽丝将这群聒噪的女人全部关进了牢房里。橘色头发的女人不爽地隔着栏杆，想和爱丽丝这个哥们儿干一架。爱丽丝表示，我不是哥们儿，我是姐们儿。女人还在挑衅地拿着刀，爱丽丝直接冲上去把匕首打掉，甚至送了个骨折套餐。一旁的布鲁斯认为这种方式奏效，但是拖泥带水，不如直接用逆时针匕首脱臼。橘头发的女人就因为一时口嗨，彻底失去了2条手臂。小主一边换衣服一边吐槽沃顿，完全就是个未老先衰的弱智儿童。他压根儿不认为沃顿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威胁，已经觉得超级监狱是自己囊中之物了。加里德拿起2把除了大小完全一样的叉子，问杰克刀同学哪个是沙拉叉。看他半天拿不定，加里德摇了摇手上的小叉子，杰克刀拿起大叉子就给旁边的人来了一下，吓得加里德瑟瑟发抖。夏瑞斯询问下面坐着的囚犯，当绅士向你走来时，你该说什么？女人们脏话连篇，还把纸飞机丢了过去。加里德真的无奈了，自己干嘛非得调教那些野蛮的家伙？夏瑞斯也想知道自己干嘛要教那些邪恶女装优雅。2个打工人忽然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。加里德决定带夏瑞斯去看看自己在超级监狱最喜欢的地方。另一边，打扮光鲜亮丽的2位狱长走进了晚会，好哥俩坐在上面搞破坏，放出了一罐子的西班牙苍蝇。苍蝇飞到了女士们身上，咬了一口，女士们瞬间觉得又热又燥，看到男人们就追了上去。一只苍蝇飞到了星星的控制舱里，星星瞬间也变态起来，追着小玉跑。而爱丽丝和布鲁斯这边，雌性激素分泌过多的男人和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的女人，着实让苍蝇们猜不透到底该咬哪个。于是一言来了一口，打得正欢的2人直接亲热起来。看到场面逐渐血腥，沃顿质问小主到底干了什么。小主现在也是燥热难耐，直接撩拨起头发，问沃顿干嘛这么正经。2个肇事者还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一罐可以把舞会弄脏的泥巴。被泥巴覆盖的男女瞬间变得不分敌我，场面一度不打码不过审。此时的加里德和夏瑞斯还在幽会，伴随着太阳的升起，2人都感觉遇到了命定之人。舞会里的大家也终于累得瘫在了地上。小主醒来后，惊讶地发现身边躺着沃顿。沃顿看他的反应，讥笑道：“感谢你绝佳的爱技巧，输家。”小主生气地表示：“行，算我输了，那些女孩你可以留下了。”沃顿笑了：“你那些野蛮人怎么配得上超级监狱这样的高端处所？”小主长这么大还没被这么羞辱过，气得撂蹶子就走。临别之时，加里德和夏瑞斯十分不舍，直到最后2人都没能说出“我爱你”这句话。沃顿安慰他：“真男人不需要女人，回去干活。”该死的资本家还是伤了打工人的心。这所监狱所关押的犯人都是穷凶极恶的。监狱长为了净化大家的心灵，请来了大师开讲座。然而大师居然也是逃犯。身为狱长的沃顿总是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，所以现在他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。刚进入禅境花园，加里德就手舞足蹈地冲了进来。沃顿让他放松，他告诉加里德，这本 DL 的力量金字塔让自己保持着锐者的淡定。自己邀请了 DL 钻石今晚莅临超级监狱，给大家来一场激发性的表演。监狱的大堂里人满为患，大家都在座位上等着看演讲。钻石闪亮登场，他跳上台问大家是不是身陷囹圄。其实你只是被囚禁在了自己脑袋里的监狱，你的骷髅就是牢笼，而我就是来让你们打破牢笼的。我本来也和大家一样，直到某一天被银河人带自己去参观了他们的星球，我便能看到身体里潜藏的东西了，那就是邪恶星人负因子。接着他们就教我用着炫彩小水晶驱散负面情绪。那么哪里能获得这颗神奇的小水晶呢？那就是力量金字塔商品展台。话音刚落，囚犯们就一拥而上，全部哄抢起来。好家伙，还以为是什么传销组织呢，居然是带货现场。结束带货以后，沃顿
走到后台和钻石对话，面对自己的偶像，沃顿行了个礼，表示自己是他的忠实粉丝，每张专辑都买了。钻石听到后，从裤裆里掏出一张紫色磁带，丢给了加里德。这是一张沃顿没有的专辑，钻石让他拿到超级监狱的广播里播放，保证每个人都会放松。钻石明显是操起了架子，不仅要加里德给自己倒酒，还要爱丽丝穿他的痛替。将沃顿一行赶走以后，钻石立马让自己的2个女助理把能拿的全拿走。好家伙，感情不是来带货的，是来进货的。加里德按他所说，将磁带放进了广播设备里，广播里瞬间播放起了负因子，整个超级监狱都因为这场演讲被洗了脑，坚信着钻石那一套。每个人手上都是一大把水晶，就连监狱的鸟都用水晶筑巢，电视上也随时放着钻石的视频。加里德通常是不会信那些胡话的，但现在他有些动摇了，因为他深受抑郁症困扰了15年，或许这东西能终结自己的抑郁。加里德将酒拿到了钻石的休息室，然而他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先前那个容光焕发激情四射的 DL 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头发稀稀拉拉的老头。不仅如此，老头一转过来，直接给加里德吓得不轻，让他滚出去。爱丽丝正好穿着痛替走了过来，加里德告诉他 DL 就是个骗子，现在自己准备揭发他。 DL 正好走到门口，准备把酒桶搬进去就溜走，结果被爱丽丝吓了一跳。 DL 转念一想，直接牵起爱丽丝的手，问她愿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特殊照顾，不过现在自己得走了，演出结束后别忘了咱俩的特殊时光。爱丽丝脱下自己的粉色内裤，一把塞到他嘴里，告诉他这就当想我时的念想。等他一走， DL 立刻吐了出来。钻石的闭幕表演正式开始，所有人都像钻石的信徒一般穿着应援服。加里德冲过去，准备告诉沃顿那个家伙是个骗子，然而沃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让他安静点，因为表演要开始了。随着幕布的下降，钻石像维纳斯一般站在贝壳中间，出现在大家眼前，但他并不打算走古典风格，依旧还是带点跳脱亢奋的样子。他告诉观众，银河人今晚会大驾光临。天下的观众们瞬间也激动起来。钻石装作准备离开的样子，接着又转头对着观众说，你们想和我一起去看银河人吗？那就带上水晶，穿上太空服，充满力量。套路啊，全是套路。欲擒故纵这一套算是给他玩明白了。接着助理给大家分发了所谓的太空粉，加里德实在受不了了，直接冲上台告诉大家自己有证据证明这家伙是个骗子。这个矮个子的男人此时正在邪教现场，他准备孤身一人当着所有信徒的面拆穿面前这个伪神。大屏幕上投放起一张囚犯的照片，加里德告诉大家，他就是大家熟知的硬币钻石。正因为多项罪名被通缉，正在讲述他各项罪名的加里德被狱长打断，他不允许加里德再传递负因子。两人争执时，钻石已经悄悄从后面溜走了。加里德告诉他，这破粉末是会要人命的。说完，加里德就用自己证明给大家看。猛吸一口后，眼前的画面逐渐变得可怖起来，然后整个人难受的来回跑，而在狱长眼里却是加里德好得很。于是众人都吸了一口，一瞬间大家仿佛进入了奇幻的世界，伴随着奇幻的色彩，大家都在这片虚幻的伊甸园休憩。但下一秒，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怪物，开始厮杀，转眼变成了修罗地狱。加里德坠入层层空间，顺手和比姥姥打了个招呼，最后被丢到了蜘蛛网上，眼看着大蜘蛛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始作俑者此时却是装得盆满钵满，准备溜了。然而药效过于强大，所有的幻想生物冲破大门跑了出来。忽然水晶发出了奇异的光芒，一艘飞船来到了穹顶上方，钻破了幻象的隔膜，将蜘蛛消灭。接着飞船又飞往了别处，将所有的怪物全部消灭。家里的人都麻了，原来银河人是真的。与此同时，钻石也懵了，自己瞎编的玩意儿居然真的存在。但现在他顾不上那么多，只想立刻离开。飞船将3人抓走后，囚犯们才从幻觉中醒来。不过此时在飞船上的钻石竟和这群滑稽的银河人打成了一片。杰克刀算是惹错人了，居然敢和农场主的老婆偷腥，这一下只有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开始逃跑。忽然一艘飞船驶来，将农场主融成了骸骨后，准备抓杰克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
小玉伸出爪子，立马薅住了他，一炮轰向了飞船。看着飞船坠毁，小玉也带着杰克刀回家了。超级监狱今天开办了科技展，囚犯们各式各样新奇的玩意儿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高效睡眠器板砖。这一板砖下去，睡的不是一晚上，也是一辈子了。沃顿作为脑洞奇葩的人，自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太过于无聊了。走上台以后，沃顿拉开帷幕，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恐怖球。他诚邀5位幸运观众上台，作为袖珍囚犯被送进恐怖球里进行大逃杀。恐怖球里环境非常险峻，还有奇珍异兽。只有最后的胜者可以喝下让自己恢复的成长浆液。台下的好哥俩来了兴趣，决定进去玩一玩。然而两人直接瞬移到了终点，拿走了奖品，还换成了另一种神秘液体。沃顿已经准备好拿到属于自己的奖杯了。加里德告诉他，奖杯还得下周才能拿到，毕竟一尊800磅的埃及金子奖杯还要镶嵌缅甸蓝宝石，需要时间。沃顿瞬间就不高兴了，阴阳怪气的表示加里德毁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于是生气的孤立了加里德，作为惩罚还让加里德把那一大桶成长浆液挪回库里。加里德生气的搬着一大桶浆液往回走，完全没发现一路上被滴上的物体都变大了。一个囚犯伸手摸了摸滴上的浆液，瞬间变得巨大无比，将牢房破坏的稀巴烂。而余下的一滴液体顺着洞滴到了最强小强的胆固醇饮料里。在这个恐怖的原始森林里，5名幸运儿被选中参加大逃杀，除了面对饥饿与生存外，还要时刻注意那些变异的怪物。只有从生死搏杀里活下来的人才能回归正常的生活。3人正在行走时，可爱的蝴蝶瞬间张大了自己的嘴，将3哥给吞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黑哥也被一爪子刺穿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瞬间只剩下老朋友杰克刀一人。另一边，沃顿3人泡澡喝香槟，不亦乐乎。办完事的加里德也准备跳进去，爱丽丝指了指旁边的标志，加里德的脸上画了个大大的禁止入内。加里德伤心极了。忽然落地窗外出现了一个巨人，沃顿瞬间将锅丢到了加里德身上，怪他又毁了自己的派对，让他自己去收拾烂摊子。而这边喝了成长浆液变大的小强依旧不忘健身内卷。六毛正准备拿上鞋子将小强打死，二胡上前拦住了他，告诉他咱们可以骑着这个撞墙怪兽越狱啊。六毛觉得在理。与此同时，杰克刀一群人已经饿得饥不择食了，看到蜘蛛蛋直接冲了上去。然而后面2个倒霉蛋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直接被后面盘踞的大蜘蛛吞吃入腹。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杰克刀才是主角？被使唤了一天的加里德没能吃得上饭，还被爱丽丝一脚绊倒，满脸汤汁的他受到了群嘲。回到办公室后，加里德哭得像个孩子，桌子下面的小零食们爬上来安慰他。加里德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疯狂地将零食塞进嘴里。风卷残云后，加里德想喝水，但牛奶已经喝完了。忽然好哥俩带着那瓶成长浆液冒了出来，诱惑加里德喝下去。加里德哪管那么多，直接含泪喝了下去。下一秒身体的肌肉就开始生长，加里德直接暴衣。加里德早就受够了爱丽丝，看到爱丽丝想和他来一场对决，加里德一拳把爱丽丝干倒，但论技巧还是爱丽丝更胜一筹，直接用腿夹住了加里德。加里德拿起电话就丢了出去，看到被打飞的爱丽丝，又把复印机扔了过去。爱丽丝灵活地闪到了一旁，两人一路从办公室打到了楼下，途中不小心将成长浆液碰倒了，所有沾到液体的东西全部巨大化。大难不死的杰克刀终于走到了终点，鬼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看到终点后，他直接冲了过去，将瓶子里的东西一饮而尽。然而被替换的液体竟然是桃色信息素。等他回头时，所有的动物都准备和他深入交流一下，冲了过来。沃顿就好这口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直到植物全部疯长，把他顶了出去，梦回原始森林。囚犯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二胡和六毛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忽然小强冲了出来，强哥叼着烟头，战斗力爆表，救下了2人。沃顿最终还是没有救下手上的恐怖球，直接砸到了地上的浆液里，所有的虫全部飞出来，把长出来的草吃得干干净净。巨大的震动传来，沃顿还以为是波波，然而波波在刚才的战况中已经倒地了。那么巨大的震动是哪来的呢？原来是好哥俩正在摆弄这属于超级监狱的
的世界不能说是好哥俩了，整个世界的人全都长得一模一样。或许我们的世界也有可能是被玻璃罩住的玩物。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被丢进了焚烧炉里，命悬一线之际，被一个长相恐怖的囚犯给救了出来。残忍的囚犯在监狱里独自保护着小女孩，然而却被狱警给发现了。美好的圣诞夜，儿童医院里的孩子们却孤独地打着点滴。杰克刀扮作圣诞老人的样子出现在孩子们面前，然而他可不是来送礼物的，他伸手将孩子们的药装在了自己的包里。小玉卸下伪装，跳出来追赶杰克刀。慌乱中，一个孩子钻进了口袋里，杰克刀拿起袋子，穷途末路站在了玻璃窗前。因为刚才的破坏，孩子们哭闹不止，小玉只有变作雪橇的样子，投影出麋鹿。孩子们看到了圣诞老人，终于停止了哭闹。圣诞节这天也是狱长的生日，小玉冲进书房，将手中的袋子拿给了他。看到小孩，乌多害怕的让小玉赶紧丢到火堆里去烧了。两个囚犯发现了被丢在垃圾堆里的小姑娘，乌尔为了留下小孩，将另一个要烧死他的囚犯推进了火堆里，让小姑娘骑在自己脖子上，将她带走了。楼上的眼镜男看到了这一切。狱长生日这天却是兴致奄奄，穿得像个老太似的坐在轮椅上。加里德还想开惊喜派对呢，狱长却说自己想要一个人待着。加里德发誓一定要找一个更特别的礼物来让狱长打起精神。乌尔带着小姑娘从狱长面前经过，狱长看到后十分震惊，让他交出小姑娘。乌尔听到后释放了火焰，直接逃走了。狱长看到后直接气炸了，生出了一只小怪物。另一边，逃走的乌尔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里，和小姑娘逗乐时，他看到了女孩的手环，上面写着癌症。他不太识字，还以为这是女孩的名字，夸赞小爱这个名字真好听。接着他发现今天居然是女孩的生日，乌尔决定给小爱办一场派对。说话间，三个男人闯了进来，看着女孩露出了恐怖的微笑。加里德来到了超级监狱的中华街，一个老者钻了出来，告诉他自己一直在恭候大驾，接着带他走了进去。屋子里全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加里德告诉老者自己想找一个能让狱长容光焕发的东西。老者掏出了一罐汉式古方神油，吹嘘道：“这玩意儿可以让腐朽的衰老灵魂容光焕发。”加里德决定就买这个。来到厨房，他看到了那块长得像狱长的蛋糕，称赞不已，顺手将神油放到了一旁。结果离开时却拿成了一旁的猪油，于是被厨师误撒上神油的蛋糕仿佛拥有了奇异的力量。等到所有人离开后，小怪物从通风口拿走了一把古剑。回到监狱后，他发现所有的囚犯都聚在一起给小爱讲故事。因为不识字，囚犯有些口吃，但小爱还是很开心，告诉囚犯爱你。所有囚犯都很喜欢这个小天使。乌尔觉得读书环节可以结束了，于是抱着小爱离开了。读书的老哥吃了小怪物一剑，直接嗝屁。乌尔让小爱去睡觉，大伙儿一起装扮起派对屋，派对正式开始。乌尔借助自己的火焰天赋，给大家表演了火焰秀。看到火焰变成一个个小动物，小爱开心不已。火光吸引了爱丽丝的注意，她直接冲进来，用水管熄灭了火焰。看到爱丽丝的一瞬间，小爱喊了一声妈咪，爱丽丝愣了。小爱咳嗽几声后吐出了一滩鲜血。没文化的囚犯天真的以为这是樱桃汁。乌尔抱起小爱，告诉爱丽丝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我们打算晚上给她开个盛大的派对。爱丽丝带走了小爱，想给她画一个生日妆，于是另一个囚犯坐到了乌尔的怀里，听他念起了故事。爱丽丝帮小爱擦去了嘴边的血，然后给她涂上了口红和眼影，来回之间挡住了好几支射过来的箭。好几次的失败让小怪兽气得不行，可怜的女孩误入恐怖的深渊监狱。然而残忍的囚犯们却隐藏着一颗仁慈的心，为了给女孩庆祝生日，悄悄偷走了狱长的派对物资。狱长气到弹下怪兽，只为杀死女孩。来到派对现场的沃顿和加里德发现大厅居然干干净净，加里德决定和小玉去调查一下。小怪兽跑到了狱长身上，告诉他：“你知道大家去哪儿了？他们都去给那个小女孩过生日了，我们必须把局势扭转到自己手中才行。”说完又钻回了狱长身体里。可爱又豪华的派对上，小爱坐在了 C 位，但是她此时的状态十分不好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但是大家并不知道。乌尔切下一块蛋糕，唱着生日歌走向了小爱，虽然并不好听，但是饱含了大家对小爱的祝福。小爱哪里还有力气吹蜡烛，靠着咳嗽，火焰才熄灭了。
欢呼过后，大家都吃起了蛋糕。虽然蛋糕的味道怪怪的，忽然大门被打开，狱长走了进来。小怪兽从狱长的喉咙里冲了出来，一把掐住了小爱的喉咙。紧急时刻，所有吃了蛋糕的囚犯却全部变成了小孩子。追逐之中打翻了蛋糕，火焰惹上帷幕，直接熊熊燃烧起来。爱丽丝一把拽过小怪兽，将它使劲扔了出去。小怪兽拿过叉子，朝着小爱扔了过去。一个小囚犯路过，吃了叉子后又撞到了一旁的礼物堆，看着小爱被礼物淹没，乌尔冲了过去。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小爱，然而小爱已经咽了气。乌尔大叫一声，让大家停了下来。所有人都恢复了原样，围在了一起。小天使就这样离开了大家，大家一边哭一边为小爱唱着生日歌。圣诞夜不再孤独，至少还有大家深爱着她。变做了天使的小爱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，愿你安息。就是老练如小玉也有翻车的一天，他错把带着杰克刀脸皮的杀人魔给抓走了。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小玉其实没有翻车。这个杀人犯一进餐厅就把大家震撼住了，不仅是那种王霸之气，更是因为他的人高马大。和其他的囚犯比起来，就是黑道和不良学生的差距，几乎是转头之间，他就能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害，连食堂阿姨都难逃一劫。从监狱里看到这个画面以后，就连爱丽丝都被吓到了，她只想知道为毛要把这家伙抓起来。加里德告诉他，这家伙住在墓地旁的农舍里，每天就喜欢挖尸体来制作怪异的家具。沃顿有些不服，为什么他们那么敬畏那家伙，而不是对我这样？加里德告诉他，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，那就设身处地的穿他的鞋走2步。说完，掏出一只人皮鞋。沃顿决定派个内部特工去对他的大脑一探究竟，于是加里德成了这个幸运儿。爱丽丝就喜欢这种狂野男孩，对于沃顿的决定表示不公平。沃顿以爱丽丝是女孩而拒绝了他的反驳，气得他转身就走。可怜的加里德被捂晕后带去了御医那里，醒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白毛神经病的模样。御医提醒道，48小时后加里德就会恢复原样。倒霉馆里被狱长安排和凶残杀手共处一室，谁知阴差阳错竟成了监狱老大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看到新的囚犯像个腌菜似的，大家都开启嘲讽模式。爱丽丝觉得是加里德破坏了自己的桃花，一棍子打了过去，还让小玉电他2下。可怜的加里德就这样被公报私仇了。爱丽丝临走前告诉他，往好了想，今晚你的菊花会被好好招待一番。狱长在耳机里告诉加里德，要是出现异常情况就大喊安全词，小玉会立刻来救你。安全词是宝宝要嘘嘘。加里德满头问号，这是词语？沃顿不耐烦道，安全词组可以了吧？看到这血肉横飞的街道，家里的紧张的走2步就念一下安全词，然后赶紧溜进了牢房里。看到屏幕里的小玉，无聊的好哥俩瞬移到了他的身体里，然后将小玉的内部构造全部乱搞了一通。小玉来到了流动控制车上，正巧沃顿打开了加里德胡子上的监控，监控里加里德打开抽屉就是一个大脑袋，吓得心慌慌。身后的杀人犯拿着刀走了过来，谁知却一脚踩中了地上的一滩血液，直接一刀插自己脑门上了。加里德一看，好家伙，已经死了。沃顿那个气呀，决定将加里德关在牢笼里待一阵子，直到他吸取这次教训。加里德听到身后有人来了，都快吓尿了。然而3个朋克男走过来，却看到新来的把杀人犯给杀了，直呼冷血。加里德是百口莫辩，一瞬间囚犯里的船开了，新来的太残忍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个扛把子撂倒了。加里德心想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个人就是爷杀的，怎样？要是你们这帮活蛆我看不惯，爷照杀不误，懂？另一边，沃顿正在被小玉追杀，生了78般武艺全部使上了。沃顿为了逃命，只有从楼上一跃而下。正在冰库里用冻肉练拳的爱丽丝看到了被2胡和6毛搬过来的杀人犯尸体，直接和对方单刀直入，任逍遥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监狱里的传说越来越离谱，加里德也成功的坐上了王座，所有的囚犯都臣服于他。忽然俩小弟冲了进来，告诉他，老大你得出手啊，外面有一个机器人，见人就杀。说着黑化小玉就冲了进来，把报信的2人给开膛破肚。加里德挺直了腰板，走过去和小玉说，
好哥们儿，别拆穿我老底呀。然而小玉已经不是往日的小玉了，直接把加里德一阵痛扁。周围的小弟看到后都冲了上去，结果全都白给。加里德命悬一线之际，两个小弟从通风管救走了他，告诉他们已经有计划了，就用这个简陋的机器人去打败小玉。在小弟的欢呼声中，加里德尴尬地坐上了这辆限定坐骑。沃顿为了躲避追杀，藏进了冰库里。另一边，加里德大军也杀了过来。沃顿借此机会往冰库里逃，看到了被冻成冰的爱丽丝后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直接朝着爱丽丝舔了一口。北方的朋友们都懂，这样的结果就是舌头扯不下来了。加里德被无情地丢进了冰库里，小玉追进来以后，切断了雪怪的手臂。一瞬间，雪怪和北极熊们还有囚犯和机器人的对决一触即发。而正在小玉身体里的好哥俩已经不满足于射击游戏了，改玩俄罗斯方块。加里德套着铁皮不好拧，被嫌弃的丢了出去，一下撞到了控制器上，控制器瞬间调到了低温，冰锥从地面升起，整个监狱都被冻结了，包括黑化的小玉。好哥俩被冻住后，看到了外面的雪，换上厚衣服就去玩雪了，只剩下一群人被冻在冰库里，一脸懵逼。你被判罚了437条罪名，所以要被囚禁起来。这是这个男人最后听到的话。他因为其他时空的自己犯下了罪，所以被惩罚了。然而他还掌管着一个宇宙中最大的监狱。他被关押后，监狱瞬间乱了套。加里德带着沃顿参观超级监狱里新研发的杀人机器，沃顿看的瞌睡都出来了，这也太无聊了吧。加里德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超级监狱需要这些昂贵的武器。沃顿笑了，这就是你当不了狱长的原因。来到实验室时，正巧赶上狱医的新研究完成，他们将动物基因混入人体，制造更驯良的囚犯。门一开，改良蝎子就把所有人给杀了，完事儿把自己的头骨也扯了出来。随着狱医的一声枪响，骨头倒在了地上，加里德直接看吐了。来到下一个地方，满满当当全是囚犯们。加里德解释道，囚犯太多了，已经饱和了，所以只有处理掉。沃顿吐槽道，你这大脑袋怎么全是芝麻大点的智慧呢？扩建超级监狱不就成了？随着小玉冲了进来，垃圾桶里的杰克刀也被倒了出来。加里德一下就嗅到了里面那股双层鲢鱼堡的味道，冲了过去，将地上的汉堡全部往嘴里塞。沃顿尝了一口，发现味道还真不错。那么哪里才能买到这个神奇的小汉堡呢？加里德告诉他，哪都能开呀，人家是搞特许经营的。沃顿顿时有了想法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把超级监狱开到每个国家、每个州、每个小镇。哇，我简直太贴心了。一阵闪光后，时空警察将沃顿给抓走了。紧接着，超级监狱里爆发出一阵警报。时光法庭的审判员告诉沃顿，你之所以被抓到这里来，是因为在今天这一时光节点，你公布了要在全世界建造超级监狱分部的计划，所以你被指控了437项时光罪名。沃顿表示，赶紧放我回去吧。审判长一听，好小子，还敢狡辩。沃顿当时就不乐意了，你到底讲不讲证据啊你？审判长表示，你想看证据是吧？那就来看吧。接着穹顶上就播放起他的罪证，敌人准备入侵超级监狱的堡垒，结果遭到了扑杀。爱丽丝乘坐着高脚机器跑了出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狱医的生化实验品。人们不满超级监狱的行为，甚至成立了反超级监狱联盟。各国首脑掏出了胸前的钥匙，决定对他进行轰炸。马上就要看到超级监狱被轰炸的样子了。沃顿居然想上厕所，狱长询问两个大汉，不会跟着自己进去吧？很害羞诶。大汉表示早就知道了。于是沃顿自己走了进去。时空马桶的功能很齐全，但是没有必要。沃顿看了直发呕，于是他到隔间去看了看隔壁怎么做到的。隔壁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另一边，因为狱长没来参加死刑执行，加里德觉得这简直不是他的风格。爱丽丝也被警报震得脑瓜子疼，肯定是出大问题了。爱丽丝揪起加里德的领口，那赶紧去调查，否则就捅爆他的 S。加里德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警报里的45735是什么。他想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在监狱里检测到狱长的行踪。失去了狱长以后，超级监狱只有关门大吉。说完，随着对面一阵抖动，整个超级监狱都在下沉。爱丽丝救出了被关在资料室里的加里德，现在他们必须离开这里了。加里德始终不愿相信狱长真的离开了，但现在必须赶紧逃出这里。狱长偷走了另一名侧友的
衣服，乔装打扮后从2个大汉面前经过，一下就被识破了。狱长只有开始亡命天涯，但他哪是时空警察的对手？对方一个射灯过来，狱长就变成了老头子，接着化成一具白骨被抓了起来。审判长接下来要放的是关于他未来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。这个男人用自己的高科技奴役了整个地球，想要逃走的人全被一枪毙命。他犯下的种种罪行全由另一个时空的自己所背负，所以他以暴力统治着世界。看完后，审判长宣读了最终的审判结果：超级监狱之狱长以我们所受之权利，以时光法庭之名义，特此判你有罪。狱长还想反抗一下，然而没人听他的话，直接遁入一片虚空。逃命的3人被传送了出去，也就是最后1秒，差点被关在里面。系统也在关闭后释放了所有的囚犯，血战一触即发，监狱瞬间乱作一团。3人来到海边后，看着天际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爱丽丝强忍悲伤，告诉加里德一切都结束了，回去找个正经工作吧。转过头的爱丽丝擦了擦眼泪，掏出了一个加里德最爱的鲢鱼堡给他，接着向他告别。小玉也在下一刻直接火箭喷射离开了。难道超级监狱就这么终结了吗？这一次杰克刀被逮捕后，没有了小玉，坐在普通警车上的他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走完流程后，杰克刀被关在了普通的监狱里，人生瞬间就失去了色彩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名为狱长的神明，他创建了一个名为超狱的世界，因为那里实在太大了，所以他创造了3个天使协助管理，他们齐心协力，像个大部族一样存在着。然而某天，狱长离开了超狱，天使们纷纷外出寻找他，大战也随即爆发。有预言说，总有一天，狱长和天使们会回来，重新把超狱凝聚起来。大胡子在萤火的照耀下讲述着这个古老的故事。狱长不在的日子，超狱已经翻天覆地了。被关在牢房里的狱长被眼前这个儿童拼贴画一样的怪物吓到了，一颗小子弹把怪物呵斥走后，告诉他你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接着带他来到了一个窗口处。狱长探头看了看，外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荧光线组成的世界，闪光灯亮起，沃顿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。他仔细看才发现这是自己父亲的办公室，父亲正在和管理争论着墙壁应该涂什么色儿。看到沃顿拼出来的小积木，父亲十分生气，抢走了他手上的积木方块，不停地指责他，监狱可不是给孩子解闷的地方。说完就用积木砸向了沃顿的头。在父亲口中，监狱是个冷酷之所，需冷酷之人无冷酷之刑。说着他一脚踩到了积木上，飞出了窗外，最后被活活吊死。就这样，还是个孩子的沃顿继承了这所监狱。可怜的加里德穿着玩偶服在街上发着传单，不仅无人理会，车子还将水坑里的水溅了他一身。爱丽丝正在拍摄一部电视剧，接连几次卡台词，爱丽丝实话实说自己已经演不下去了，导演依旧态度强硬，爱丽丝直接一把推开2人，哭着跑了出去。超级监狱里俨然成为了一个战场，场面惨不忍睹。忽然一个男人站在了最高的地方，原来是眼镜。街上的小鸟告诉大家，这里是大家的家园，应该敬畏它，与其像牲口一样活着，不如和谐共处。囚犯们听了以后，决定开创一个全新的和平理想国。囚犯们将尸体全部丢进了火堆里焚烧，有人刷漆，有人种花，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地方发展。随着一声鸟叫，眼镜的小鸟诞下了一只奇异的崽子。被关押在时空监狱里的狱长偷走了时光机，逃回了家。他的一天等于地上的10年，以前的老搭档全部已经白发苍苍，监狱里也全部变成了另一番景象。他生气地穿回审判庭，放走了被关押的另一个自己。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时空的紊乱，大家的生命危在旦夕。在牛排店里，加里德干得并不快乐。他站在垃圾桶旁喝水时，突然看到了人群里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立刻拨开人潮追了上去，抓住了对方的燕尾。然而就在他欣喜万分时，那个人转了过来，原来并不是狱长，只是一个时髦的老嫂子。加里德就这样吃了对方一巴掌。而此时真正的狱长还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敌罪之旅，他将要重新经历人生中最可怕的时刻。沃顿麻了，如果吸取教训，改变自己的邪恶路线，这样时光警察会放了自己吗？子弹思索了一下，告诉他不会。沃顿惊了，那我啥时候能出去？子弹的回答是无期，唯一看到能在这片地方穿梭自如的就只有时光警察了。沃顿听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悄悄偷走了时光警棍。加里德已经换了不知道第几个工作了，当个出租车司机他全是逃单的。这次他接到的客人竟然是爱丽丝，两人重逢后决定回到超级监狱，找到机器人小玉后，大家立马拥抱在一起。小玉载着2人
人启程回家。走到火山岛时，突然狱长出现在了塔顶，离开超级监狱干什么了？加里德瞬间冲上去抱住，开心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们的，真高兴你能回来。”狱长一把推开了他，自己也就走了几个小时，你们就把监狱变成地狱了。但对于加里德和爱丽丝而言，他已经离开好几年了。狱长打开了超级监狱的大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里完全变成了一个伊甸园，人类也全变成了鸟人。看到狱长一行人时，所有意识到预言兑现了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狱长此刻非常的生气，爷辛辛苦苦建造了一个全宇宙最牛逼的监狱，可不是为了让什么时光混蛋付之一炬的。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就把手牵了起来，跟随狱长来到了审判庭。在宣判自己有罪之前，沃顿出现在了审判庭。审判长死也没想到，沃顿居然拿到了时光警棍。沃顿告诉审判长，或许自己会杀掉上百万无辜者，又或是奴役整个地球，但是自己只要不在超级监狱里，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生物。现在自己要去收拾你们的烂摊子了。沃顿解放了自己，接着两人拥抱在一起。审判长的阻止已经晚了，时光发生了紊乱，所有怪奇生物全部从裂缝里钻了出来，以及不同时空的自己。一阵混乱中，小核桃救下了好哥俩，接着撞断了审判长的柱子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而这只是蔚蓝星球的一隅。